朋友们，今天又要来我们1年1度的重磅视频了，就是2024全球经济概览。帮大家梳理一下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大的框架，全球整体这1年发展的怎么样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美国的经济到底如何？日本、德国、阿根廷、俄罗斯、印度等等又是怎么个情况？也会稍微夹带一些我自己的分析。我今天这个概览可能会跟你看到的大部分那种全球经济盘点不太一样，很多人呢可能会汤给你捋一遍2024年每个月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头条1月份怎么了，2月份怎么了，听完热血沸腾。但是可能呢缺少一些重点或者逻辑，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分析呢，哗一个表一个表给你挨个分析数据，这个吧确实是容易犯困。我呢是想尽量找到一个中间态，就逻辑上呢咱们也看数据，看一些专业的分析，看到这个全貌和框架，同时呢尽量说人话，扔掉那些特别细枝末节或者特别过于专业的数据。哎，是不是感觉含金量还挺高的？反正我是努力过了。废话少说，咱们开始2024全球经济概览。咚24年之前全球的经济虽然不能说陷入了衰退，但其实是处于一种非常动荡的状态。你看，又是疫情、俄乌战争、通货膨胀，各国紧急加息，这就导致了一连串的危机：全球的供应链危机、欧洲的能源危机、美国的银行业危机、日本的日元危机、英国的债务危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非洲的粮食危机等等等等。你敢想象吗？这么多危机都集中发生在这2年的时间里，你这里边随便单拎出来哪个搁疫情之前，那可能都是一个核弹级别的危机了。那现在呢？你看我们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哎，都挺过来了。哎，之前发生的事儿，咱今天就不细说了哈。感兴趣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些视频。而2024年呢，你想想，主要的一些政治经济大事件呢，都只能说是事件，它不算雷。你比如说美国大选、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日本的加息、美联储的降息，这都只是个事儿啊。相比于之前的2年，其实没有那么惊心动魄，可以说是相当的平稳。GDP 增长3.2%，通货膨胀进一步回落，但是失业率有所上升。所以2024年全球的经济，我总结一个词儿，有韧性。我跟你说，很多分析师都特别爱用这个词儿，听起来特别高级，对吧？有韧性的 resilient， 相比什么平庸啊、一般啊，我们叫有韧性，它就有一种那种自我激励的感觉，是吧？我们看2024年全球经济它有2个关键的主题，一个是大选，一个是转向。大选很好理解了，2024年可以说是全球的一个大选年，有至少70个国家，覆盖了全球49%的人口都进行了大选。咱肯定不能一个一个只说了哈，大致上呢是有一些趋势的。各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普遍加大了，民粹主义普遍得到了增强，整体呢更右移了啊。但是英国是个例外，还有就是原来的执政党，它普遍在选举里头表现的都不太好。你比如说美国，咱就不说了，英国保守党结束了14年的执政，工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它呢其实更左倾一点，更大政府一点，这个在全球算是个特例。好，这是大选哈。2024年的另一大主题，我们刚刚说是转向，这个转向呢，我指的主要是政策方面的转向。你看从23年的下半年开始，全球的通胀开始缓和，尤其是核心商品的通胀基本已经回归了正常，油价也降下来了，只是服务的通胀它相对还比较高。服务就是说你去剪个头发、搓个澡这种，因为毕竟它更滞后，相对更有粘性一点。那在这种整体降温的大背景下，大部分的经济体也慢慢开始把它这个刹车给松开了。2024年全球主要的37个央行里，有27个都开始了降息周期。本来呢，大家都是盯着美国，说美联储对吧？您量大，您先降，我们再一起跟上来。结果这美联储磨磨唧唧，本来以为它春天就要降息，结果耗到立秋了还没降。其他国家都等不及了，英国、加拿大、欧元区、瑞士等等都开始降息。美联储9月份了才发现，咱好像降晚了，咱得赶紧跟上，第一次就降了50个基点。日本那边呢，正好反过来没降息它是从持续了8年的负利率开始首次加息，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向。而中国呢，虽然方向上没有转变，它是一直在降息，但从9月份开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接连的发大招，开始加强刺激，中央的话语体系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转向。目前整体来看大家的转向毕竟都是第一步嘛，相对都比较小心，也没有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好，大框架说完了咱们现在开始聚焦在每个经济体的表现。首先咱们来看看美国。
美国2024年 GDP 增长是2.8%，23年和24年连续2年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可以说是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里边表现最亮眼的，亮眼到大家都感觉有点不合理了，不应该呀，对吧？利率都加到这么高了，这个内需怎么还能如此强劲？这也是为什么上回我们总结全球经济的时候，美国我用了个词儿叫做莫名其妙，现在还是用。原因呢，可能是超额储蓄，就在疫情的时候大家存了一大波钱，也有可能呢是很多人在加息之前加了一波杠杆，贷款买房，有可能是非法移民的涌入，有可能是股票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有可能是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总之呢，就是美国的内需它比较旺盛。其实大家之前担心的是什么呢？摩根大通特别爱用一个词儿叫做温水煮青蛙，什么意思呢？就你把一个青蛙放在正在慢慢加热的温水里，它开始可能还觉得哎呀真暖和真舒服，它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环境正在缓慢的不可逆的恶化，而等到它感觉到烫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这个温水呢，摩根大通指的就是一个高利率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呢，本来以为2024年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要么是商业地产，要么是经济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滑，青蛙它会感觉到烫，但实际上呢，没想到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它憋到9月份才开始降息的一个主要原因。你看美国经济这么多数据里头，有一个非常的亮眼，非常的引人瞩目，就是它的公司利润。2024年增长达到了7.7%，美国企业的利润率达到了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说白了，就是疫情之后是美国公司2战以来最赚钱的时候。你看这个是 BlackRock 对美国、欧洲和除日本以外亚洲企业这20年以来的利润率的比较，从08年之后明显分化。之前呢，美国公司这么能赚钱，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互联网行业的爆发啊。不过这个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重点是什么呢？你看疫情之后，美国、欧洲的企业利润率全都上涨了，都更高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头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得归功于通货膨胀。你看，原来欧美超低利率的时期，这个通胀呢一直差不多是0，一杯奶茶20块钱，它就永远是20块钱。那消费者心里就清楚，你这玩意儿就是20块钱，商家他就很难涨价，所以很多时候呢，被迫得压缩自己的利润。但这2年呢，物价它一旦开始上涨了，就变成是涨多点还是涨少点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他心里那个价格衡量的体系有点失灵了，他对不同价格的接受度相对就会更高。就你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该多少钱，这时候呢，企业它就可以通过稍微多涨点价去提高自己的利润率。所以这里头其实确实有很大心理层面的问题了。你也可以说是企业占了一些消费者心里的便宜。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也会把多赚来的钱再重新放回到经济体里，去加速整个经济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它需要一定通胀的一个原因。这还没完你要知道企业的利润率上升，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它会增大美国的贫富差距。而且这些企业的利润它不是平均分配在各个公司头上的，而是越来越集中在头部的大公司上，以至于现在美国的经济都可以说越来越绑定在这些超级大公司上。你看10年前前10大市值的公司占了美国标普500指数的18%，现在已经翻倍占到36%了。也就是说，就这么10家公司占了全球最主要股指的36%，这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集中度了。而这里边苹果、英伟达、微软就这3家公司就占了20%。所以最近5年，企业家和打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在拉大，大企业和小企业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这也是为什么就美国的经济，你看它数据很好看，但很多美国人的体感并不明显，甚至是反过来的，就感觉这2年过得还没有以前滋润了。毕竟你看，像硅谷、华尔街、好莱坞都开始大规模裁员了，这财富呢，它就越来越集中在那最 top 的可能0.01%的人的手里。好，咱再来说说它的货币政策。我们知道美联储的政策牵动着美元，美元呢又牵动着全球的金融市场，所以大家都紧盯着美联储，紧盯着鲍威尔的一举一动。而鲍威尔他盯着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通胀和失业率。现在大致的情况就是通胀已经落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区间，有点正在一点一点被大家抛在脑后，所以美联储它关注的焦点就落在了失业率这儿。11月份是4.2%，一般感觉如果是在4.5%以下，它大概率就不会影响到美联储降息的节奏。其实这回美联储降息大概率也不会像2年之前加息一样掀起全球资本的滔天巨浪。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当时加息加得非常突然，市场都没有预期。其次呢，当时加息的幅度也非常大，你想从0一直加到5.5%，加了500多个基点。而现在这个降息周期呢，你看已经降到4.75%，最终大家预期呢大概率会降到3.5%左右，就不太会再回到2%以下，甚至是0的那个时代了。所以它剩的空间呢，大概也就剩100来个基点，对吧 ？OK。然后咱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特朗普2.0时代它可能的一些政策，基本上呢就这么几个大方向。
税收减免、去监管化、贸易保护，还有移民收紧。这些政策呢，总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好的方面，比如说它会刺激整体的经济，刺激整体的需求，同时呢，有利于资本回流美国。另外呢，比较利多美元，利多股市，尤其是传统能源和金融业。还有就是利多比特币。你看特朗普一当选，好家伙，比特币从7万直接飙到10万。很多人猜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预期特朗普的监管政策可能会对比特币比较有利。潜在的一些负面影响呢，首先就是再通胀的风险。你看他的贸易政策、移民政策都有可能会引发通胀的死灰复燃。当然，特朗普也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就是说要通过增加石油供给来稳定物价。不过从市场的反应来看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些担心的。特朗普当选之后，这个联邦利率的期货价格在下降，其实就是因为市场担心2次通胀的风险会增加，美联储的降息节奏就会更慢，预期利率就会上升，所以期货价格它就下降。还有呢，就是像贸易政策、移民政策，它其实会增加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你想，特朗普推出了关税政策之后，别的国家也不可能就那么干坐着，对吧？他肯定也会反击。至于怎么政策怎么反击，这不就不确定了吗？不过单就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而言呢，这个不确定性其实不太会增大。同时呢，对市场的影响预期也不会很大，因为中国包括美国自己的商家其实都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都不光是心理准备，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这就和特朗普第一次上台那时候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看那时候中国占美国总进口的20%，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3%了。双方呢其实都做好了这个分手的准备。当然了，我们说分手可能都不太准确。你看全球现在分工这么精细化，他想做到完全分手，其实对吧，也不太可能。比如说你看哈佛商学院的这篇论文，它经过了一大通量化分析、相关性分析，就得出了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很多原来从中国进入到美国的商品，在贸易战之后变成了从墨西哥、越南等等国家绕了一圈，再进入美国。所以现在呢，并不完全是去全球化，一部分呢是叫做 Great Reallocation， 就是一个大重构。而这个大重构它的直接受益人是谁呢？可能是墨西哥和越南，是吧？接下来2025年，大部分的分析师他们觉得美国的经济不会像之前2年那么坚挺了。IMF 预测呢，它的 GDP 增速会回落到2.2%。不过有一个点是之前2年炒得非常非常热的一个风险，也是市场担心美国潜在最大的风险。不过这2年呢，它正在逐渐的弱化或者说消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商业地产。我觉得不是说这个风险在弱化咱就不说了，对吧？还是有必要稍微解释解释这个商业地产危机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纽约有一个楼1407 Broadway， 它是个办公楼、写字楼。这种楼呢，它一般会选择发债去回笼资金，然后撬动更大的杠杆。它呢，在2019年就发了3.5亿美元的债。因为它地理位置在曼哈顿非常非常中心的区域，你放之前根本不愁租不出去，所以这个债券的评级呢是3A 级，就是最高级，比美国国债评级都要高。结果疫情之后，租不出去了。24年6月就说不好意思各位，我付不起利息了，违约了。你要知道3A 级债券它的违约概率是要小于1/1000的，就让这个1407 Broadway 的投资人给赶上了。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楼的情况不是一个个例，大部分商业地产的债券都多多少少会存在着这个风险，就让整个 CMBS 的市场都陷入了这种混乱。而这里边损失最惨重的是谁呢？就是美国的一些中小银行，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商业地产债券或者贷款是美国的中小银行持有的。如果中小银行暴雷的话，就可能会发生类似之前硅谷银行那种事件。这个就是之前市场担心美国比较大的一个潜在危机。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这个风险呢还没有解除，这些损失也确实是实打实的发生了，但是引发整个经济连锁反应的这个概率是大大降低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熬到了美联储降息，投资市场就会一点一点的升温。那种银行业的大规模的暴雷，大概率是不会出现在美联储降息的这个周期里的。要我说现在美国最大的潜在危机就是它的国债。你这么控制不住，一点一点增加，这才是最大的温水煮青蛙呀！你看国会2党3天2头就吵一次架，你总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扩大财政预算，需要扩大支出，需要提高债务上限。这个水呢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加热，烘的里边的青蛙挺暖和的。现在倒是这个吧，说实在的它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暴雷，不过咱不得不提一嘴。好，刚才这些呢就是关于美国的经济我提炼出来的一些点。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日本。2024年 IMF 估算日本 GDP 增长是0.3%。日本呢，从各项数据的角度来看经济可以说是非常的平庸，什么东西正0点几、负0点几，都在这个正负1%上下浮动。不过虽说从数据上来看，它这个增长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但它实际的经济是在好转的。此话怎讲呢？其实日本的经济它是有一点畸形的。
你看过去这20-30年因为持续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企业的利润率下降，央行就强行注入大量的流动性，政府呢强行去借海量的债务，相当于是强行拖起来整个经济。你看它的货币政策之前不光是负利率，而且央行买入了760万亿日元的资产，也就是超过5万亿美元的量。你看美联储那么能买，也就不超过7万亿美元。但日本经济什么体量，对吧？它的 GDP 还不到美国的1/6，它央行买的量跟美国差不多，是吧？你想想，所以日本基本上半个市场都是靠它央行印钱给强行拖起来的。可能很多人这么多年都已经有点习惯了日本经济这个特殊性，习惯了它的畸形，算什么数吧，都得除去日本 ，excluding Japan。不过2024年呢，这个情况终于看到了转变。你看企业的利润率也在上涨，股市也在持续上涨，最关键的是，它终于等到了梦寐以求的通货膨胀。所以日本的央行呢，在2024年终于要开始退出这种畸形的政策。之前几年，日本的经济很多是靠政府和央行的强心剂在那撑着。不过24年呢，终于有点靠自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虽然它数据看着可能没有那么亮眼，但是市场普遍看好它的原因。IMF 预计它在2025年的 GDP 增长率会增长到1.1%，这对日本来说已经不低了。日本跟其他经济体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货币政策跟别人是反着的。你看现在全球都在降息，就日本央行它在加息。其实并不是说它就非要跟人家唱反调，只是说它比别人要滞后了大概2年的时间。你看前2年全球的通胀都起来，暴风雨来了，鲍威尔都吓得直哆嗦，几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开始疯狂加息。只有日本真是久旱逢甘霖呀，那个舒服那个美呀，人家都这边在这哐哐加息，就日本在那享受，让这个通胀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当然了日本央行它也不能一直任由通胀这么失控，这么一直涨下去。只是呢，它需要看到工资也开始上涨，看到工资跟物价螺旋上涨这个循环产生了，它才会决定开始要加息。所以日本央行它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工资。咱之前也聊过日本这个工资它不是说涨就涨的，它有一个叫做春斗，就是每年春天呢，大公司会跟工会有一个全国性的大谈判，咱春天呢就来斗一斗。这个春斗的结果呢，就决定了这一年各大公司员工工资的涨幅。24年的谈判结果是33年以来日本工资的最大涨幅，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央行非常果断的加息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接下来呢，日本央行它加息的节奏，还要看春斗，就是2025年的春斗。现在呢，日本的央行已经从负利率加息加到了0.25%，10年期的利率已经超过了1%。这个利率曲线呢正在正常化，当然它的资产负债表还是非常的庞大，预计2025年也会开始缩表。而这个众人皆降唯我独家这个情况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大量的日本海外资产会回流。那反过来现在可能就需要担心一下，如果日元升值过快，对出口的影响。好，日本我们就说这么多咱来说欧洲。欧洲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增长比较弱的一环了。2024年大概是0.9%，2025年估计也差不多。其中尤其是德国，一直以来都是欧洲算是最坚实的一环，但2024年萎缩了0.1%，而且这不是它第一年萎缩了，2023年就已经萎缩了0.3%。从疫情之前2019年底到现在，德国 GDP 累计的实际增长是0，在所有发达国家里是垫底的。不过挺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要非较真儿的话，德国的经济其实还并没有完全陷入衰退。因为这个经济衰退它一般定义是什么是说你这个 GDP 要连续2个季度都是负增长。而你看德国最近2年每个季度的 GDP 增长，你看涨一下跌一下，涨一下跌一下，只不过你涨的都比跌的要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连续2个季度跌，对吧？所以我也不算陷入衰退开个玩笑其实现在呢，没有人去否认说德国陷入了衰退，陷入了泥潭。咱来看看它的问题在哪。首先咱先从最表面的说，德国呢，它确实受到能源危机的影响最大，这是2年前最直接的当头一棒。然后呢，就是它的财政政策，注意这也是个重点，它在财政方面非常的保守。你看它现在面临的各种经济困难，这要放美国人早就全民发钱了。可是德国人呢，他就非常的一板一眼，我们是有原则的，政府说不能乱花钱就不能乱花钱，他就把这个财政勒得紧紧的。他在2009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项法案，俗称呢叫债务刹车法案。它就规定这个联邦政府的结构性赤字不能超过 GDP 的0.35%。你看0.35这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就是说你政府不能有财政赤字。而且德国人做事真的是非常有规矩，这个债务刹车法案是直接放在宪法里头。现在呢，其实也并不是说所有德国人都不想刺激，他执政党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分歧。你看他现在的执政党呢是由3个党组成的一个联盟，结果自己内部打起来了。经济部长哈贝克他是绿党这边的，他就觉得我们应该修改宪法，允许在财政上去花钱。而财政部这边呢是自由党，他们就觉得不乱花钱是天经地义，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他们这个意见分歧就越闹越大，结果在11月份的时候，谈崩了。总理舒尔茨就罢免了这个财政部长，就是自由党这边主张不能乱花钱那个，这也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3党联盟出现了失控的情况。然后他们要在2025年的2月提前进行大选。这么看，2025年德国应该会要开始财政赤字去刺激经济了。其实我觉得吧，德国这种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它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儿。只不过呢，短期确实会让德国的经济数据比较难看。阻碍德国经济增长的，除了财政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就是人口。我估计很多朋友一听到人口问题，可能都有点应激了。最近这几年哪个经济体出问题，你都跟我说是人口问题。中国有人口问题，日本也人口问题，韩国也人口，印度也人口问题。现在说到德国，你又给我来人口问题，烦死了。我跟你说德国这个人口问题呢，它确实也有它的特殊性，它确实是可以解释它的短期现象的。你其实看看它这个人口结构图，估计你就 get 了。你看这块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人口高峰，大概是在60岁左右。注意这个是它202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所以它应该再往上挪4年。德国它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波非常非常大的婴儿潮，比大部分其他国家都猛，而这些人呢正在大批量的退休，大批量的退出劳动市场。当然德国它的退休年龄比较晚，是在66到67岁，所以理论上呢，它的退休高峰应该是在2030年左右。而且即使这2年这些劳动力还没有退休，但他们已经60多岁了，又刚刚经历了疫情的洗礼，你指望他们多就生产力旺盛是吧？而我们再看它这些要步入社会的或者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是在持续下滑的，也就是说这2年德国的劳动力不光是在削减，而且是在加速削减。这其实也解释了德国的2个现象，一个呢是这2年德国的工资加速上升，一方面呢也有大环境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同时呢也来自于德国它自身劳动力非常短缺。另一个现象呢就是这2年德国的生产力，你看到它是明显下滑的。你看这是最近美国的生产力它长这样，而德国呢长这样，是吧？现在呢，全球的经济是在面临转型的，而德国的产业呢，它其实是已经高度成熟、高度定型的。而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它又在飞速的老龄化。你看这些50、60岁的劳动力，当年都是帮德国经济打下天下的功臣但同时呢，也意味着它现在转型其实是比较困难、比较费劲的。你比如说大众、博世、德国铁路现在都要裁员，这些被裁掉的高技术人才，他要找新的工作，相对于其他国家，对吧，就没那么容易了。总之呢，德国现在它确实比较麻烦，面临的都是比较底层的结构性问题。你看，结构性的能源短缺，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对油车的结构性需求下滑，政府也可以说是结构性的比较死板。你什么都结构性，对吧？那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恢复的速度就会比较慢。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中国前3季度的 GDP 增速分别是5.3%、4.7%和4.6%。第4季度使劲努一努的话，还是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速全年5%的这个目标。不过呢，咱还是别太纠结于这个数字，咱主要呢还是看事儿、看逻辑和应对的政策，这个比较重要。这1年里呢，出口是表现最亮眼的部分，尤其是24年的第3季度 ，GDP 增长里有接近一半都是经出口拉动的。你看，很多企业24年的热词就是出海，对吧？一方面呢是海外需求的回升，另一方面呢也是很多其他国家都进入了新一轮的叫补库存周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23年它用的基本还是存货，所以中国呢23年出口就一般，24年新一轮嘛又该进货了，中国这个进出口就跟着上来了。然后表现一般的方面呢，就是投资。其实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还是挺猛的，主要呢就是受了地产投资的拖累，所以整体的投资呢就可以说是拉平吧。然后表现比较弱的就是消费了。中国经济在24年其实很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信心不足，连带着物价也跟着下来了。PPI 已经连续2年多在0以下了，而且就业市场也在收缩，很多公司都在讲究降本增效。这也是为什么快到年底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接连放大招。这不急我们一会儿细聊。效果呢，我总结就是短期有所改善，总体成效还有待考察，长期增长点还需挖掘。怎么样？我最近也是恶补了一下形容中国经济的这个话语体系，怎么说的？滴水不漏。哇！现在可以说消费是带动中国经济齿轮重新加速转动的一个核心了。咱来看看这个政策是怎么刺激消费的。其实早在22年底，国务院就发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不过23年的一些政策主要是集中在比如绿色能源消费转型上，还很少有那种实打实的花钱去刺激的政策。
但是到2024年，它就又进一步了。我总结对消费有刺激作用的主要有这么2个，一个呢是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第2个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你是不是听着感觉这跟消费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发国债怎么就刺激消费了，对吧？这个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按理讲是刺激房地产市场的，跟消费有什么关系呢？你别急咱来一个一个说。什么叫做存量房贷利率呢？就是这些已经贷款买房的人，已经开始按揭还贷的人，你们合同都已经签好了，但是这个利率我给你下调。国内的房贷利率呢，一般是 LPR 加上一个利差的形式，比如说 LPR 加上30个基点。好，那把它降低，我就直接给你变成 LPR， 比如减成30个基点。从今往后，不管你是10年期的贷款还是30年期的贷款，每年房贷利率都相当于减少了60个基点，每年的利息都相当于少还0.6%。所以你看本来这个贷款它就是一个浮动利率了，我还在这个浮动的基础之上再把利息降低，来减轻你还贷的压力，这真的相当于是从银行嘴里把这个钱给你抠出来透出来，去给贷款人进行补贴了。据估算这个政策平均给现有房贷的降幅大概是50个基点，让全国人民平均每年少付了大概是1500亿人民币。这样呢，就让本来有一些可能被房贷勒着限制消费的人，有一部分的流动性可以释放出来，恢复消费。所以说降低这个存量房贷利率，释放这1500亿每年，最直接刺激的其实不是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些人房子已经买了，而是消费。另一个刺激消费相关的政策就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什么叫超长期特别国债呢？就是期限特别长的，一般在10年以上的，有特殊用途的国债，它呢是不计入政府的财政赤字的。这种国债呢，只有在特殊时期、特殊用途才会去增发。比如说上一回是20年的时候，抗击疫情发行了1万亿，24年呢，总共又发行了1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那这回的特殊目的是什么呢？这里有7000亿是负责两重，主要就是基建。另外的3000亿呢，叫两新，就是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以旧换新。后面这3000亿里头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为了刺激消费。比如你点进去淘宝、京东，上面很重要的一栏就写的国家补贴，或者有一些大件你点进去它就写个以旧换新、国补。这些都是这3000亿里边这部分带动的。目前看来，推动最大的就是对家电领域的消费。那国家为什么会选择用以旧换新的形式，而不是直接去补贴消费呢？首先呢，你看它起到了补贴消费的作用，同时呢，我去刺激你的是换新，对吧？因为很多刚需大家其实已经都解决了，而我刺激出来的呢，就是这种改善性的需求。再同时也会带动这个回收再利用的产业链，也带动了投资。不过总体来说市场上普遍认为这个消费刺激政策的体量只能说是小试牛刀。你想中国一年可能得有大概50万亿体量的消费，很多分析师呢都在期待能有更大力度的消费相关的刺激，这个应该是很能直接提振 GDP 的一个方向。好，咱再来说说地产。这部分呢，大家其实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现在还在一个非常深度的调整期。房地产投资22年、23年、24年每年都大概下降10%，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销量，包括房价都在持续下降。而房价的下跌，它会影响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影响到购房者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进而连带的影响着整个经济。所以不难理解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它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清楚，我们就不过多解释了。咱们来看看房地产市场对应的一些刺激政策。24年上半年比较大的就是这个517新政了，就是在5月17号发布的一连串的刺激政策。最直接的呢，就是刺激需求端相关的政策，比如说降低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降低限购的标准、降低购房相关的税费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刺激需求端的政策。但同时呢，还有一个刺激政策很有意思它推出了一个3000亿的叫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我跟你说你一听这种再贷款、再贴现、再抵押、再怎么着这种词儿，它一般呢就都和央行有关，就央行通过银行再怎么着就叫再什么政策。那这个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它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央行它把这个钱贷款给银行，然后银行呢再贷给各个地方的国企去直接买房，然后国企把这些房子租出去或者改成保障性的住房。其实说白了就是央行牵头发钱去买房，直接托起这个房地产市场，看看能不能把地产商、把银行的这个资金链给盘活。你看到没有？这个刺激方式是非常直接的，也是很多分析师会看好整个链条运作的一个方式。但它其实在实施过程中，具体能不能实现这个效果，还有很多操作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因为现在你看需求端的刺激降低各种利率比例，刺激大家买房的政策其实已经都放得差不多了，它的边际效应是在递减的，大家贷款的意愿、买房的意愿还是非常的弱。所以之后下一步的刺激空间从哪来呢？就是政府或者央行直接主导下场去买，对吧？从供给侧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只不过呢，这个3000亿的体量啊，它确实也不大，对吧？就跟刚才我们说以旧换新的那个3000亿差不多，这个体量只能算作是小试牛刀。如果试下来这个流程确实比较顺利，这个钱能流到该流的地方，把该盘的都给盘活，那25年呢，很有可能会扩大这个再贷款的规模。好，接下来咱们来梳理一下，从9月份往后，央行、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和它大致的一个逻辑。不然你看新闻，对吧？今天一个重磅，明天一个头条，你要是都不清楚框架，很容易被这些重磅给炸懵了。我大概呢会把它分成这么几个方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刺激政策和股市的刺激政策。财政政策里最猛的就是11月份推出的地方政府10万亿加的化债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地方政府你不是债务缠身吗？那中央我就出钱帮你拖一拖，不着急，慢慢还，但是咱不能违约。这个化债10万亿的规模听起来还是很大的哈。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单开一期来聊这个化债。货币政策呢，主要就是降息、降准，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工具，比如说买断式逆回购，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往市场去注入流动性。住房的刺激政策呢，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差不多了。下半年呢，就是说会比517新政再进一步的从需求端去加大力度。而股市方面，央行还是动了动脑筋的哈，推出了很多那种名字非常绕的政策工具。你比如说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绕吧？我跟你说，它英文更绕，叫SFISF， 还有5000亿的额度，大概就是说这些金融公司可以把自己手上的股票质押给央行，换成流动性更好的国债。这些国债呢，你可以去市场上卖掉，卖到回来的钱只能去买股票。其实说白了，就是帮助一些国家队的资本拿到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支撑股市。还有像什么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其实就是公司可以直接找央行借钱去回购股票。总之，这些创新的方式都是把钱从央行那儿转，然后流向股市，大致是这些方向。你看前2年虽然政府也在刺激，央行也在降息，但整体这个态度上是处在一个稳健的状态。而这回这波刺激政策就不一样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大片儿，好拉起手来搓了一个连招，是吧？这个力度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不过即使是这些，市场的反应有，但是呢也没有那么高涨，就好像还没满足到很多人希望的那个刺激力度。因为说实话，政府这边还没有使尽全力把所有的弹药都打出来，它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你就比如说这一轮最大规模的这个化债解决方案，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稳定性的政策，而不是一个刺激性的政策。它更大的目的就是先让你稳住。这好比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的信用卡下个礼拜该还款该到期了，那银行就跟你说你不着急，我再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自己先想想办法。这个呢就属于稳定性的政策，对吧？给你更多时间，先把你稳住。而刺激性的政策呢，就是说银行它开始帮你想办法，帮你联系人，帮你找工作，帮你挣钱来还这个信用卡。这显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的，对吧？你自己欠钱了就应该自己想办法还。但现在这种特殊情况呢，很多人他也没招了，只能眼巴巴的瞅着央行说你那边帮帮我，对吧？好，刚才咱说的这种刺激性的政策其实政府在2024年已经开始尝试了，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以旧换新、房地产市场的再贷款、股票市场的再贷款、什么互换便利等等，这些呢都是最直接的刺激政策，只不过呢还是在3000亿5000亿大概这个规模和体量。而12月份刚刚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就给2025年的政策定调了。虽然还没有特别具体的实施的政策，但基本的基调就是开闸放水，全面刺激。市场预计呢，央行会更快的降息，更多的去买国债。政府这边呢，财政赤字也会增加，至少会从24年的3%升高到4%，也会发更多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要让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要大力提振消费。这个呢，大概就是2024年中国经济整体的概况和大概的政策方向。对了，可能很多人会比较关心人民币的走势。这个呢，我看大部分券商的预测还是比较统一的。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加上中国央行也在更快速的降息放水，央行有可能会放手，允许人民币适当的走弱，来刺激出口、刺激物价，对冲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其他国家，咱们挑稍微有意思一点的，快速了解一下。这个呢是各国2024年实际 GDP 增长率的一个排名，我筛选了那些稍微大一点的 GDP 超过3000亿美元的经济体，这里头增长最快的，还是印度。从绝对增长来看，印度可以说是这几年全球表现最好的经济体。2023年 GDP 增速是8.2%，非常亮眼。2024年下滑到7.0%，但也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印度的崛起，那肯定是中美贸易战，对吧？让印度吃到了红利，我跟你说还真不是。印度它对外资的态度，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其实都
都不是特别好。它主要的增长其实包括很多东南亚国家这几年主要的增长还是源于它的内需。不过拉动印度内需的其实并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包括政府的基建投资，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政府可以大搞基建，怎么投怎么有，投资回报率很高的这样一个阶段。不过呢，最近印度它也有通胀再次抬头的风险，24年的4季度突然开始反弹，也是它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风险。俄罗斯的经济24年表现得非常强韧，虽然受到了西方的全面制裁，但是23年和24年它的 GDP 增速都达到了3.6%。非常笼统的说呢，一方面是靠坚挺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全力的去刺激。不过24年前3个季度本来都挺好的，到第4季度卢布突然开始加速下跌，俄罗斯的通胀也开始再度上升。哎，你发现没有哈？好像所有的经济体几乎都是4季度开始出现了变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全世界人民到9、10月份就开始亢奋起来了。这通胀一上来呢，俄罗斯的政策就开始有点拧巴了。一方面呢，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国企使劲的刺激、扩大投资；另一方面呢，央行又一个劲儿在那使劲的加息，现在利率已经加到了21%。这就好比说像一辆车，你一边呢给它油门踩到底，另一边呢又拉着手刹，搁那使劲刹着车，这不就很拧巴吗？这也可以说给接下来的2025年罩上了一层雾霾。IMF 预计俄罗斯2025年的 GDP 增速会下滑到1.3%。咱们之前聊过一期俄罗斯的经济，哎，有机会哈，其实咱也可以再分析分析战后的俄罗斯经济，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英国24年 GDP 增长是1.1%，通胀也降下来了，到3%以下了，失业率4.3%，可以说基本上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发展的模式，反正整体比欧盟恢复的还稍微快一点。土耳其之前一直是饱受通货膨胀的灼烧啊，在它持续50%的利率下，下半年这个通胀终于是被压下来，但同时被压下来的还有它的 GDP 增长率。韩国24年 GDP 预期增长是2.5%，很主要呢是靠出口在拉动，它的内需还是比较萎靡的，内部也就是靠政府支出在支撑。阿根廷24年的经济增长全球垫底啊，当然我说的是3000亿以上这些比较大的经济体，基本上完全是靠出口撑着，其他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是负增长，而且是特别负的增长。整体内需萎缩了12%，而出口的增长呢，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它货币的贬值，听着很糟糕是吧？不过说实话啊，让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阿根廷的经济，叫情有可原。为什么呢？因为阿根廷它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大胆、非常彻底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实验，就是休克疗法。你看，阿根廷这2年一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通胀飙升，货币贬值，政府腐败严重等等。23年底啊，阿根廷就选出来一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极右翼的总统米莱。他的政策主张呢，就是小政府，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就应该让经济完全自由。之前政府不是控制不住乱花钱吗？不是腐败吗？那没有用的部门我就全给你砍掉。就这半年里哈，他把政府原来有18个部门砍成了8个，什么补贴、基建项目全停掉，就是要把政府给缩小、缩小再缩小。你别搁这祸祸阿根廷经济了，你就要放手让市场去自由发展，来焕发它的活力。米莱真的第1年就让政府实现了盈余，并且严格控制货币供给，把通货膨胀率从300%愣是压到了160%。你看这些都是非常激进的紧缩政策，所以它经济受到冲击呢，其实是必然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叫情有可原。其实米莱这个休克疗法还没结束哈，他就说2025年要给大家减税90%，还要逐渐放宽外汇管制等等。其实阿根廷的经济从24年的3季度就已经开始慢慢好转，而且吧，这个米莱哈，他跟特朗普关系还特别好，所以很多人预测特朗普上台之后，阿根廷的经济会受益。市场预计阿根廷会在2025年迅速反弹 ，IMF 就预计它的 GDP 增速会达到5%。还有一个小国哈，它的 GDP 虽然没到3000亿美元这个级别，不过我也来说一下，它这几年好像是连续在全球 GDP 增速里边排名榜首，可以说是一个一夜暴富的国家，就是圭亚那。它是南美洲北边只有75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和石油大户委内瑞拉紧挨着。之前呢就只能眼巴巴看着人家搁那钻油，结果2015年的时候，他自己也发现了大量的油田。2019年开始商业开采之后，好家伙，那就好像活到30岁了，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富二代，就开始了圭亚那的开挂人生啊，不是开挂国生。你看人家 GDP 都是什么5%、10%就顶大天了，而圭亚那过去5年平均的 GDP 增速是40%。人均 GDP 从6000美元增长到了3万美元，已经跟沙特一个级别了。你再过2年做到什么全球领先，那都不好说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国家哈，圭亚那，哎，人家现在也是个土豪国家了。
你看啊，咱看了这么多国家的经济，我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哈。你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它是不是就有点像大家开着辆车在那比赛？前2年全球的通货膨胀一起来，大家这车都有点过热了，都快着了，拼命的在那踩刹车降温。这美国呢，本身就开得比较快，处于领先地位，快得有点莫名其妙了，踩了几刹车，央行都加息了，但还一个劲儿往前冲。同时呢，最近要上来一个新司机，就想要开的离别的车都远点，不能让别的车搭我们美国的顺风车，甚至我还得给别的车扔点技能，搞点路障什么的。而日本这辆车呢，30年前曾经疾驰过、风光过，然后起火了，在这慢慢悠悠固有了20-30年，一直打不着火，好不容易最近给点着了，感觉可以起诉了。这发动机呢，可能感觉虽然有点热，但也没事儿。最近24年刚刚开始，轻踩刹车。中国呢，虽然原来的位置比较靠后，但是它开的贼快，一路各种超车。那最近呢，就发现这个发动机，就原来房地产那一套好像没那么好用了，咱得升级引擎了。不过呢，因为原来速度很快嘛，所以还能靠着惯性往前再出溜，一边出溜一边赶紧找新的引擎、新的发动机。而德国就属于一板一眼，开着一个非常稳健的老爷车，行驶了30-40年。最近呢，这个老爷车熄火了，更麻烦的是车里的人吵起来了。有些人就觉得你得赶紧使劲儿，对吧？踩油门，使劲踩油门。有些人就觉得，你不能太着急，咱得一起来修车，看看到底哪出了问题。反正就是每辆车都有自己的问题。不过总体的感觉是，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大部分经济体集体踩刹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24年政策挂档转向，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现在又回到了大部分车开始重新踩油门的阶段，开始新一轮的加杠杆，所以2025年全球整体经济的预测还是比较乐观的。要说最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它带来的连锁的反应，再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消费借贷能不能有起色。好，这些就是我们对2024年全球经济的一个总结。非常感谢大家能够非常耐心的看到这儿。如果你有什么补充想要讨论的，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朋友们，我们2025年再见。噔噔噔，要新闻联播了。噔噔噔，新年快乐，拜拜。